现在刚刚从东京飞到了女满别机场，然后今天飞机起飞的时候大晚点，大概晚点了1个多小时。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才刚到。这次也租了一个车，准备在道东地区逛一圈。Hello，大家好，我是夏木。北海道的东北角有一片被大海和原始森林包围的土地——知床半岛。这里有壮丽的自然，也生活着无数野生动物。这一次要和自然来个深度接触，探一探知床半岛究竟是一个怎样迷人的地方。知床半岛位于北海道东北部，距离东京直线大约1000多公里。整座半岛长约70公里，西边是鄂霍次克海，东边则是根室海峡，隔海就能望见国后岛。这里保存着大片原始森林，也生活着熊、鹿以及各种海洋动物。2005年，知床半岛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而越往半岛深处，人类的活动痕迹就越少。尤其是最北端的知床岬，没有公路可以抵达。一些区域想要深入探索，也需要丰富的野外经验和专业的向导带领。而这次来到知床，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去寻找生活在这片海域里的鲸鱼。所以旅行的第一站，先来到半岛东侧的罗臼。从女满别机场大概开车开了有2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知床半岛。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知床半岛上面的一个叫罗臼町的地方。然后途中偶遇了一片海，下来休息一下。这次订的酒店是一个类似于像民宿一样的地方，就在罗臼町的这边，靠近海的附近。房间还是挺大的，然后其实就在海边，外面就是大海了。这个房子还是挺温馨的，有一点像我刚来日本的时候租的那种，带一个卫生间和洗浴的那种单人间。这边就是洗浴和卫生间了。现在大概是下午的5点半，准备走去罗臼町的这个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吧。从酒店走过去大概10分钟左右吧，可能。这边有一个公路休息站，哇，超多海鸥都在天上。这个海边的防波堤上全部都是海鸥，好多啊！现在刚好是傍晚，它们可能回巢了吧，就都站在这边。罗臼町小镇真的非常的小哎，就大概2、3个酒店，2、3个应该不止吧，应该有几个酒店，然后加上一些加油站和这个便利店，差不多就没有了。这就是这个小镇的比较中心的一个街区吧，其实就在海边。刚刚就是这个路口走过来的海边。然后可能稍微往里走一走，还有一点点它的小的街区。这边其实餐厅也没多少的，基本上，哇，这边是在外面烧烤哎。这就是罗臼町小镇的全部了。现在是傍晚的罗臼町的小港口，还挺漂亮的。这边停了很多这个渔船，还有一些是观光船。其实罗臼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坐它的观光船去海上追鲸鱼、追海豚。这也是本次来到这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程。每天早上就会坐船去追鲸鱼。
罗臼汀的另外一边就是山了，现在是傍晚。这山也挺漂亮的，然后这边好像有一座小学吧，应该是，看起来。这里真的还挺美的，每天都可以看到大海。这个小镇就是面朝大海的。现在大概是早上8点钟左右。今天有一点点多云吧，不知道等一下海上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现在准备先去，那个看鲸的这个船的这个事务所，先去登记一下。预约是提前需要在网上预约的。看它这边有块牌子，我记得好像我订的就是这个。这个牌子上写的，今天气温大概只有28度左右，还是挺凉快的。昨天刚到的时候有30度吧，好像。整体来说比东京凉快很多很多。然后听说海上的温度会更低一点，因为会有风嘛，所以就是我带了一件那种长袖。船是9点出发，然后8点半之前，他需要把自己的信息登记好。好像就是在这里了，在这个房子里面。在事务所已经确认好了自己的信息，然后付钱也是在那个事务所付钱的，会拿到这么一张乘船票。然后反面他写的就是昨天路过的这个小的港口，他们停船是停在那边。然后开车的人的话，他是可以在那边有一个免费的停车场，直接可以开过去停在那边，然后上船。集合时间的话，他这边写的是8点45，但是好像它有2种还是3种颜色的票吧，根据这个票的颜色就是去那个乘船的地方集合的时间好像也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现在已经到停车场了，坐的应该就是这个船，大家在这边排队了。お子様の一人歩き大変危険です。必ず一緒に行動して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Thank you for coming aboard. The boat is slippery, so please hold on to the handrail. 这次我选择的是罗臼当地的一家游船公司。根据他们官网公布的信息，不同的季节来到罗臼，能够遇见的海洋动物也不一样。春天到初夏比较容易看到虎鲸，而每年的7到10月则是抹香鲸出没的季节。这次出海的主要目标就是抹香鲸，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齿鲸，成年雄性体长甚至可以超过15米，而罗臼也是日本少数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抹香鲸的地方之一。现在船航行了大概有20分钟，在根室海峡，然后对面看到的小岛就是国后岛。不过暂时还没有看到鲸鱼或者海豚的踪迹。船只航行了大约40分钟之后，终于在根室海峡发现了抹香鲸的踪迹。和印象中经常跃出水面的座头鲸不同，抹香鲸几乎不会做出那么夸张的动作，反而显得格外沉稳。浮到海面之后，巨大的背部缓缓向前移动，因为喷气孔长在头部左前方，每一次呼吸都会斜着喷出一道很有辨识度的水汽。
他们会在海面停留几分钟，调整呼吸，随后慢慢拱起身体，抬起巨大的尾鳍，再一次潜入深海。根室海峡罗臼一侧的海底地形非常陡峭，距离陆地不远的地方就已经是很深的海域，因此每到夏季都有机会在这里遇见前来活动的抹香鲸。追鲸的行程结束了，真的还挺不错的。船大概是开到了根室海峡的中间，然后看到了好几次这个抹香鲸。然后这个船虽然看起来还是挺大的，但是在这个海浪上面还是有点摇晃的。如果晕车的朋友的话，建议大家就是提前吃一下晕车药，会比较保险一点。另外就是海上的风真的挺冷的，就是推荐还是穿长袖跟长裤吧。还有就是这个追抹香鲸的时候，船只没有办法靠得很近，所以只能远远的看。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带一下就是长焦的一些相机，或者是拍得很远的这个有那个长焦的手机吧。在去知床半岛别的地方之前，先把午饭解决一下，就在这个公路休息站这边快速的吃一下，因为感觉去别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公路休息站的食堂排了很多人，有点来不及了，随便买一点吧，就不在里面吃了。买了一个罗臼产的鱼的一个汉堡，里面是生菜加上一块炸鱼和芝士吧，感觉。这个鱼用的是这个晒干的鱼干做的，然后炸过之后有一股咸香味，还挺好吃的。现在又开车来到了协理厅，然后这个地方是在知床半岛的叫做知床卡的一个观景平台。刚刚上来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云雾的，结果现在开到这个平台停车的地方之后，突然来了一阵雾气，真的有一点迷雾森林的感觉，而且有点冷。好了，景色完全看不到了。不过有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可能山里的天气就是这么多变吧。这边就是这个知床卡的这个标志了，知床世界自然遗产和知床国立公园。对面这个山好像就是叫罗臼岳，它这边好像有写。如果是晴天的话，大概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景。现在好像这个雾气比
比刚刚更加消散一点。现在又开车来到了知床五湖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像游客特别的多，这个停车场也很大，停了很多车吧。从罗臼町开车过来大概是30-40分钟。这边有知床五湖的这个展望台，也就是说在这边可以绕一圈，然后还有一些步道，加上一些小店吧。这边有一个步道的地图，然后绿色的这个圈是可以把5个湖都绕一遍的，大概是3公里，需要走1个半小时左右。然后这条淡色的路线是叫做比较小一点的，1.6公里吧，一半左右，大概是1湖跟2湖。然后还有一个是高架木道的，就是小半圈，也是1.6公里，就是来回1.6公里，40分钟左右。是要去他这边申请登记之后才能进去的。哇，有个熊的标本。然后这个步道是先要买券，只能用现金购买，然后填写申请书之后，他会在这边给你讲解，听完讲解之后才能进去。然后价钱的话，一个人是450日币，大小步道都是同一个价格。然后儿童的话是200日币，只能使用现金，而且它的对应的这个现金的币值纸币是2000跟1000吧，10000跟5000是不能用的。买完票填完申请书之后，会有一张可以进入这个区域的一张认定书，他们会给你，然后带着这个去上课，上完课之后就可以进到这个知床五湖的区域了。然后里面是没有洗手间的，在上课之前要解决洗手间，而且能够带进去的东西就只有水和茶。从这边开始就是知床五湖的这个步道入口了。刚刚已经上了10分钟的课，主要是讲就是遭遇这个灰熊的时候该怎么处置吧，好像还是决定跟着人群一起走，选择了大步道。现在大概从刚刚的这个介绍中心走了有10分钟左右吧。知床五湖是散落在知床原始森林中的5座湖泊，也是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知床连山由火山活动形成，而五湖所在的位置正是一片相对平坦的熔岩台地。过去火山活动形成的地形阻挡了水流，最终形成了今天看到的5座堰塞湖。天气好的时候，知床连山会倒映在湖面上，而周围的森林也是鹿和熊生活的地方。5座湖泊没有河流直接流入，水源主要是来自雨水和地下水。沿着游步道深入森林，湖泊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森林之间。相比单纯来看湖，我觉得这里更特别的是可以真正走进知床的森林，感受这片世界自然遗产最原始的一面。现在路过的是5湖，然后接下来是4湖、3湖、2湖、1湖这样的顺序。对面的那个山就是罗臼山了。现在到的这个应该是3湖，这个面积比较大一点。哇，这边这个好美哦！现
现在已经走到了二湖这边，二湖非常的大，这边也是水面倒映着对面的山。最右边的这个山就是罗臼岳，是这边最高的一座山了。然后今天没有风，所以这个水面一直是很平静的。走到知床一湖的时候，在湖边的浅水里，意外遇见了一只野生鹿。它低着头，安静地踩过水面，似乎早已习惯了森林里出现的访客。远处是知床的山与森林，眼前是湖水泛起的涟漪。知床五湖的这个步道最后的这个木栈道，应该是景色最漂亮的吧，因为比较开阔，然后又可以看到对面的山峰，确实挺漂亮的。而且这边还可以看到很多野生动物，刚刚是看到了2只野生的鹿，在一湖那边吃草。这一带应该算是这个五湖区域地势最高的一个地方了。如果不想走整一圈的话，其实这个木栈道就完全已经足够了，时间也比较短，然后景色也比较漂亮。走走停停加上拍照，大概确实90分钟吧。如果走快一点的话，可能90分钟也不需要。现在终于走完了，来到了出口停车的地方。它这边还有很多纪念品，是这个知床五湖附近的一些元素吧，有这些熊的短袖啊，让我买了一个这个巴吉，有很多东西，还有这些小的玩偶吧。偶遇之野生梅花鹿，就站在马路旁边。现在我跟它四目相对，它应该非常的紧张。这边还有一个知床自然中心，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卖衣服的一些户外的品牌，在这边有店铺。它就在刚刚的这个知床五湖的附近。知床五湖是在这边往里面去，然后这个知床自然中心在这儿。这是它里面开的店铺。它这边还展示了知床连峰的几座山，每一座的海拔还有具体的上面的一些景点啊，然后徒步的路线什么的。最高的就是这一座罗臼岳，海拔是1661米。探索在知床半岛，有时候会分不清究竟是野生动物偶然闯入了我们的视线，还是我们闯进了他们的世界。这里的自然从来不为谁刻意展示，却总会在不经意间留下一些难忘的瞬间。如果你也向往这样的地方，那么知床半岛真的推荐你来一次。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个影片再见。